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聊聊坤卦的爻辞、象辞。很多人一提到易经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乾卦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觉得那才叫霸气。相比之下，坤卦代表地，代表阴，代表顺从，听起来好像有点软弱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你就彻底错过了易经里最深最厚的生存智慧。孔子在宣圣讲义里特别提醒我们，乾卦虽然大，但它是简，而坤卦它的特点是繁和广。乾代表天，是那股看不见的能量，那个最初的创意；而坤代表地，是承载，是执行，是将那个虚无缥缈的想法变成实实在在事物的过程。简单说，谦是老板的想法，坤是团队的落地。没有坤，谦就是一张废纸。坤卦的核心精神就2个字：顺承。这不是盲从，而是一种顺应客观规律、坚守正道的极高智慧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坤卦的前4个爻初六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，来看看大地是如何一步步从一粒霜演变成承载万物的伟力，以及这些古老文字能给现代焦虑的我们带来怎样的解药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盗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。初六，履霜坚冰至。你看到的是霜还是未来？第一，爻辞与象辞的硬核拆解。咱们先看这第一句，履霜坚冰至。字面意思很简单，当你脚踩到薄薄的一层霜时，你就该知道严寒的冬天要来了，厚厚的冰层很快就会形成。孔子在宣圣讲义里讲得特别深刻，他说乾卦的初九是阳始生，是能量从地底萌芽，而坤卦的初六是阴时凝，阴气刚刚开始凝聚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力量很小，甚至挺美，但这趋势一旦形成，那是不可阻挡的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对比，乾卦说潜龙勿用，因为阳气是无形的，你还没看见它；但坤卦说履霜，因为阴气是有质感的，它一出现就有具体样子，霜。这意味着危机和转机其实在最初就有迹可循。2. 哲理解析，规律藏在细节里。履霜其实就是一种见微知著的人生智慧。孔子强调4个字：循治其道。循是顺应遵循，治是达到。这告诉我们，坚冰不是突然变出来的，是这一层层霜按照自然规律一步步积累的结果。愚蠢的人看到霜觉得哎呀挺好看，过2天就化了。聪明的人看到霜已经回家去翻冬衣修门窗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己，事物变化的微小征兆。一个高手一定要在事情还没变成坚冰的时候，就通过那层霜看到结局。3. 占卜应用，抽到这一爻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现在去占卜，动爻在初六，这其实是一个极强的警示信号，问事业，说明你现在的项目或公司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苗头。那层霜可能是客户的一个小抱怨，也可能是同事间的一点小嫌隙。别觉得这是小事，这就是坚冰的开端，必须立刻应对。问感情，意味着2人之间已经开始有了冷战或误解的含义。如果不沟通不化解，这段感情很快就会进入冰封期。核心逻辑，顺应趋势，提前预判，千万别逆势而行。4. 现代启示，拒绝种温水煮青蛙。在现代职场里，很多人都是死在不识霜上，比如行业大背景发生了微小变化，新软件取代了旧流程，你觉得没关系，我老员工了，这就是在霜里漫步。等裁员名单下来，坚冰致使，你已经没时间跑了。启示，我们要时刻保持对微小变化的敏感度，细节里不仅藏着魔鬼，还藏着你未来的生死存亡。坤之术为什么是2与3的博弈？咱们读易经总看到9和6，宣圣讲义里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，这不仅是数字，这是宇宙能量的分配比例。孔子说天包地外，地在天中。乾卦的测数是216，坤卦是144，加起来正好是360，也就是一个圆周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乾坤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世界。2与3的逻辑，乾代表3，阳数；坤代表2，
因数。在现代商业里，这就好比原始股与执行权，钱是出主意占大股的3份功劳，鲲是负责落地的拿2份回报的。启示：很多人痛苦是因为位不配数，你明明在做鲲的活，执行者却想要钱的90%回报。鲲道教我们要安于6，因为6是乘数，是让梦想落地的最后一步。先后天之变，为什么坤卦是倒着走的呢？讲义里提到一个很玄的概念，阳者上行，阴者下达。钱是从无到有，像火一样呼呼往上窜，大家都看得见。坤是从天到立，像霜一样是从高空凝结然后落下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坤卦的初爻叫初六，它代表的是阴气始凝。孔子说坤体至静，它自己不动，它是随钱而动。现代启示，我们的很多情绪、很多危机，其实不是从脚底下长出来的，而是从高处降下来的。比如大环境的冷缩，先从高层感受到，最后才落到我们普通人的履上。所以履霜就是要你抬头看天，看看那股阴气是不是已经在高空凝聚了。占卜的表里与主客，你看准了吗？孔子提醒我们，坤之爻有表里之殊，坤之位有主客之别。抽到坤卦占卜时，千万别只看表面，表与里的辩证。表面上看，坤卦是顺从，是安静，是卑下，但里呢，坤的用其实是代谦者也。实战逆袭，如果你问一个生意能不能成，表面看坤卦没动静，大家都客客气气的，但实际上真正的决策权谦正在坤的内部酝酿。断语外柔内刚，此时不要看对方说了什么，要看对方实际在藏什么。2. 主与客的错位，在谦卦里你是主角主，在坤卦里你是配角客。占卜建议，如果你抽到坤卦问升职，这个时候你要扮演好客的角色，去请教，去辅佐，去听取意见。如果你非要在坤卦里当主，那就违背了顺逆之序，结果必然是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初六的履霜的深层占卜，知极其神。孔子在讲义里对初六赞不绝口，他说知极其神，实为人世之脏。这句是整个坤卦占卜的核心。为什么坤卦不说乾隆，而说履霜？阳气无形，所以乾；阴气有质，所以霜。占卜深意，阳性的机会往往是虚无缥缈的，容易看错；但阴性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，有迹可循的。案例：如果你问一段感情，对方回信息慢了，霜，这就是质的改变。别以为这只是偶然，这是阴气已经凝聚。孔子教我们要变，要实。占卜结论：顺时成正，坤道主时。占到这一爻，老天爷在考你的耐寒力。问健康，阴寒内盛，要注意气血的流通，不要等坚冰至了再求医。问人事，此时宜避藏，宜顺应环境。你要做的不是去打破冰块，而是准备好迎接冬天的姿态。坤之大德，节朗与长。在讲义中有一个非常美的形容，乾用玄妙，坤用节朗。乾是深奥不可测的，而坤是清爽明朗的。风水和心理启示，坤的力量来自于它的长，也就是稳定。一个内心像大地一样杰朗的人，不需要玄妙的计谋。现代解忧，当你觉得世界太复杂、太玄乎、钱的时候，回归坤卦，回归到易蔬易饭，回归到脚踏实地，那种有定型的、可认的生活，才是坤卦给我们的终极安全感。见己之道，你是在过日子，还是在对时？咱们在生活中常说早知道就好了。孔子在宣圣讲义里点破了真相，天道虽然微妙，但它是有象可征的；地道虽然博大，但它是有物可证的。智者与愚者的分水岭，常与变。孔子说，霜变成冰不是突然发生的，是训制，也就是顺着那个规律一步步推演过来的。愚者昏昏，看到变化觉得是偶然，是运气不好，是倒霉，因为他忘掉了时。智者着着，看到微小的预兆霜，就看到了未来的结果冰，因为他懂得顺时。
智者把变看作常，因为他知道规律必然发生；愚者把常当成变，因为他平时根本不观察细节。2. 人事之责，见微以审拙，得着勿忘微。这就是讲义给我们的第一个锦囊。当你处于微小的萌芽阶段时，要审视它壮大后的样子，见微审拙。当你已经功成名就，身处显位时，千万别忘了当初那个微小的起点，得着勿忘微。占卜启示，如果你问现在的小毛病要不要治，或者小纠纷要不要和解，抽到初六，答案是必须马上处理，因为坚冰就在不远处等候，现在不处理，将来你根本动不了它。坤道的务实，行者气之表，悟者理之刚。很多人觉得《易经》讲的是虚无缥缈的气，但讲义明确告诉我们，地道主实，坤道有方。坤卦不跟你谈那些看不见的数，它直接让你看冰霜，看物象。什么是真正的懂道理？孔子说，行者气之表，悟者理之刚，意思是你看不见的气和理都表现在看得见的行和物上。现在启示，别听一个人怎么吹嘘他的理想，谦，你看他怎么对待他的员工，怎么处理他的家务，坤就是那个物证。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就是他内心气数的晴雨表。2. 循环的智慧，先天不为，后天顺时。讲义用一日的晦明，易岁的属寒来打比方，先天是那个规律，你不能违背；后天是那个时机，你要学会顺应。坤道就是教你做一个靠谱的人，什么时候该升腾，乾春夏早晨，什么时候该沉潜，坤秋冬日系，这是有定数的。占卜抽到坤卦，就是提醒你，现在不是你创新的时刻，而是你复刻规律的时刻。宗主附注的秘密，坤是谦的显示器。宗主附注里有一段话非常震撼，它解释了乾坤两卦最核心的互动关系。坤是代谦者也。龙与云雨，变化与冰霜。龙是谦的象征，但龙是看不见的。你什么时候能感觉到龙的力量？当云雨降临大地的时候。变化是谦的本质，但变化是摸不着的。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变化？当霜冻结成冰的时候。哲理升华，这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想了解天意，想了解顶层设计，你不需要去钻研那些虚幻的东西，你只需要看大地的反应，看基层的情况，看事物的具体成果，结果也就是坤，永远不会欺骗你。2. 死土与真神的辩证。附注里提到，一个没有神主宰的身体只是死尸，一个没有神主宰的世界只是死土。这里的神在占卜和人事中指的就是你的本心和千元之气。实战启示，我们在做坤的工作，也就是执行承载生活的时候，内心必须怀着谦的志向。如果没有那个灵魂，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机械的，没有生命力的。占卜建议，问事业，如果坤卦太重而无谦气，意味着你现在只是在机械重复，缺乏灵魂和创造力。你需要找回那个主宰你的神。坤卦的终极自强，以柔自刚。孔子在讲义中提出一个看似矛盾却极具深意的观点：以明为愚，以柔自刚。通常我们认为自强不息是乾卦的事，但坤卦告诉我们，大地的强大是因为它足够柔。以明为愚，你看透了一切预兆，明，但你表现得像大地一样沉默迟钝，愚，这叫保护。以柔自刚，你不跟坚硬的东西硬碰硬，你只是默默地承载它，消化它，覆盖它，最终最坚硬的石头也会风化在泥土里。现代职场生活心法，遇到霸道的对手，别做任意一条硬碰硬的龙。乾，要做一块厚实的土地。坤，它再刚强也离不开土地的支撑，它再折腾，最后也得消融在土地的包容里。这种不动如山的柔，才是真正的刚。人事总纲，立真以应，元亨自达。孔子最后定调，坤卦是人道的开始，初六是人事的准则。我们要学会行藏不易，守住自己的原则，不因外界的变化而轻易改变，可静可止。见了急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往前冲，什么时候该闭门谢客。有备无患，看
看到霜的时候，衣服已经准备好了；看到危机的时候，退路已经挖好了。观象玩辞，教在思矣。圣人指出的这条路，不是让我们去预测未来发大财，而是让我们不畏于时，何害于己。当你像大地一样厚重，像霜雪一样知实，像口袋一样严密，这世间还有什么实事能伤害到你呢？